郎君不会以为那个卖花的奇女子会是少夫人吧？我始终都觉得，她不会那么轻易就消失在这个世上。可悬崖边的步摇，确实是少夫人的。我知道。郎君对少夫人，何为芳隐瞒了1年，直到最后几日，我才知道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而刘家又是如何亏欠她的。过去我对她冷淡，我是有心想弥补她，可惜啊，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没事儿，谢谢你让我出手相助啊！客气，慢走，慢点儿。何为芳，何为芳，哎，等等，何为芳，何为芳，何为芳，见我为何要跑？为何要诈死骗人啊？我死了，不整随了你们刘家的愿了吗？那是我父母所愿，并非是我所愿。你父母得以侵占我的嫁妆，你得以跟县主再续前缘，而我也可以改头换面，重新开始。刘畅，我求求你，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。改头换面，改头换面就是如今这副样子吗？蓬头垢面，狼狈不堪。这段时日你是怎么过的？难道是给人做仆役吗？我有自己的营生，不劳你费心。你是在卖花吗？那奇女子果真是你？为了刘家，我不得不迎娶县主，但我并非是忘恩负义、抛弃发妻之人。刘畅，你我从头至尾都不曾是真正的夫妻，如今更是早已和离。你为何宁愿做一个低贱的花商，也不愿意回到我身边啊？若是没有商贾农户，你身上所穿、家中所用，从何处而来？我靠着自己双手赚钱，我从来都不觉得我低人一等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如今我已看清你，过往是我误会你了。何为芳，你能否心平气和地与我重新相识一番？何梨树，当初我并没有画押，这门婚事只要你还愿意。刘畅，有些事情我本来想跟你留一点颜面，不想点破，可是你不依不饶，我实在是无法忍受。你父母贪图我的嫁妆，不惜派人杀我灭口，他们逼父亲舍了我这个女儿，让我有家不能回。当初你拿假药骗我进门，让我错失了救治母亲的良机，令她不治而亡。你我之间，除了恨，再无其他可能。你母亲病逝，这份罪孽确实是我刘家造下的，无可辩驳。可当初我并不知情，而如今你愿意，这紫溪丸我可以为你偷出来，无论是你自己留着，还是拿回。我母亲已经不在了，我还要这紫溪丸有何用？刘畅，无论你从中做了什么，于我而言都是一样的。我的母亲再也回不来了。何为芳，何为芳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听我说，刘家之错，我之错，我都认。再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，我可以替你的母亲照顾好你。我知道你喜欢养花，我可以给你置办一个园子，你不必再看任何人的脸色为生计而担心，也不必再日夜操劳，活得如此辛苦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被豢养的别宅妇吗？刘畅，这便是你所谓的看清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想保护好你，
不想再让你面对父母和县主的刁难。如果真的想保护好我，就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还活着，也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回报。常慧喜，你不请我亦不愿，而如今回放已死，你也自由了，莫再纠缠了。回报。他没死，不用担心了啊，放心吧。讨厌刘畅，刘畅讨厌。我是彻彻底底的错看了他，也看清了他。他虽是商户出身，但他却有风骨，见识不凡。同我一样，都想靠自己出人头地。只是很可惜，我用了这么久才发现。珊珊，难道我真的没有机会弥补了吗？嗯？喜欢牡丹，喜欢牡丹。真是对鸟叹气。你喜欢的什么？喜欢他横眉冷对，恶言相向，还是喜欢他遨游自得、自由放任的样子？大王，香州段黄河决堤，朝廷欲派户部的人前去赈灾，还请大王能够准我前往。赈灾之事牵扯甚广，你初来乍到，不宜插手。再说了，幼珍怎么舍得让你去吃苦啊？好，我虽没什么经验，但也不怕吃苦。你若去这一遭，可曾想过，于己于无，有何回报？大王，我乃朝廷命官，经邦济国本就是我的职责，何谈回报一说？子书啊，把眼光放长远些。你可知道，当今的天下是何人的天下？赈灾官员者众，你混迹其中，不易出挑，与仕途升迁无异。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别的差事，既清闲又能够结交重臣。待日后有更高的空缺，你也好再进一步。走！那刘畅先行告退。这个刘子书自诩清高，可他还不知道，身为我的女婿，到底该做些什么。大王，刘郎君还年轻，多多教导便是。大王雄心壮志，难道还没有他大展拳脚的那一天吗？好。郎君，这些原不是在大王书房吗？如今是要拿去何处啊？回郎君，每日都有官员送来阿谀奉承的文章诗词，大王吩咐了，要定期将它们拿去烧了，免得占地方。烧了？郎君，
怪不得宁王不让我去治水，原是我这策略他根本就没有打开过呀。在他心中，我就是个卖笑示弱的无能之人，与那越级舞女根本就没什么不同。我已经帮你跟户部告了假，明日我们去骊山小住一段时间吧。骊山的风景虽美，但是那小厨房的口味却不甚佳，不如我们把富贵楼的师傅一同带去吧。随随便便就可告假，户部养我这个袭人有何意义？既然是吃喝玩乐，那我来长安又做什么？怎么，户部那些人让你受气了？没有。既然明日要出城，那我得回官署将未完的公事给了了。今晚怕是没法陪你用饭了。郎君，别再喝了，明日还要早起。若县主闻到郎君身上的酒气，怕是会猜到郎君并没去官署。我又没扫他的兴，我只是背地里借酒消愁罢了。为何如今我做任何事情都要经过他的允许？回去吧，让我一个人静静。郎君，我说了，回去。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好。哎，这怎么卖啊？这就是市花，不卖的。谁年轻？慢走。哎呀，店主让我白跑一趟啊！明日可要亲自将香粉送到我那里，配一盏茶才是啊。尊夫日前日刚刚从我这里买了一盒牡丹香粉，这么快就用光了。也好，那明日我便到府上，感谢夏夫人对我们生意的照顾。哎，我这可不是买给她的，小娘子，莫要害我呀。我这个人最不会扯谎，明日还是让我们店里最伶俐的伙计送到您的府上吧。哎，娘子，郎君，哎，哪来的醉汉？那走路不长眼啊！你们认识？不认识。哎，撞了人了，一句致歉都没有，便想走啊？是你当街拉扯女子，你身后不长眼，撞了我。哎，哼，六品小官啊！不在官署兢兢业业，天色刚暗，一身酒气，满嘴浑话，一看便是才朽行贿、尸位素餐之辈。哼，纵然有这身皮，也只敢在西市撒泼罢了吧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再瞪一眼试试。我管你是谁！给我往死里打！打死
打才算本官呐！疼死我了！打呀！给我打！土壤，郎君是宁王夫人啊！方才怎么不说呀？下官有眼无珠，下官该死！打啊！怎么不打了？啊！下官该死！走。这，我让你滚！走。店主请郎君离开，还请郎君莫要耽误了店里的生意。止伤药也是你们店主给的。是。还请郎君快走吧。多谢。之前我没官职，你对我疏离冷淡。如今我做了官，你依旧还是不高看我一眼。别人敬的都是这块牌子，只有你，在你眼中，我一直都只是刘子树。没想到，你之前嫁过人，还经历过这些惊心动魄的事。我不是刻意隐瞒，我只是觉得说出来徒增烦扰。你们不会怪我吧？怎么会？你竟敢在堂上怒骂县令，为自己辩白合理，你才是女中豪杰。我看到刘畅倒与他爹娘不同，会道歉，会自省，富贵不移，可比那王琴好上100倍。他对你真心不假，有这样一个君子记挂，倒让人有些艳羡呢。傻生意，真心在意一个人不是这样的，不顾对方的想法，不断纠缠，这不是深情，是自私。这样的情感根本不值得羡慕。夫人，到了。就是这家铺子的香囊，买了就能官运亨通，财源广进。怎么了，夫人？这不是少夫人？她不是死了吗？嘘，此事绝不能让旁人知晓。这样，马上去官署，请主家回来，就说家中有要事相商。是。速速回宅。赤子主苗价贵，没想到今天竟被我挖到了几株野生的，拿回去跟两相欢相陪，定能养出好花。
曹雷，莫伤人家。娘子受惊了，曹雷，快起来！没事了。多谢娘子救命之恩。起来，没事了。多谢。救命之恩不可不报，还望娘子告知芳明，明日定登门拜谢，送还这身锦衣。今日山中相遇，你我也算有缘，一件衣裳而已，不必还的。我救了你，你是积攒了福报。娘子这一路都有官兵护送，可见身份尊贵，想必也不在乎什么奇珍异宝。我唯一可以拿出手的，便是养花之材。若是娘子不嫌弃，不若送娘子几株芍药，为娘子的府邸增加一抹颜色。我初到长安，府邸还未有着落，你我同为女子，自当互助，不必客气的。你若再这样，我日后可不敢再救人了。高一芳，蒋军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回自己家也改不了贼眉鼠眼的习惯？我小姨的眼光也太不济了。你这么晚来我这儿做什么？我要吃烤鱼。我今日身子不适，还是改日吧。慢走，不送啊。等会儿。你这身衣裙与往日不大相同啊。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我上山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荆棘把我的手给划破了，没关系的。我又不傻，划伤手的是刀还是草？能流多少血，我还是分得清的。方才你鬼鬼祟祟，是不想被你那两个姐妹看到这血衣吧？小点声，小点声！你不老实交代，我现在就喊他们出来瞧瞧。别，千万别！事情就是这样了。不过还好，我福大命大。你可知是谁干的？我在长安，也就那么一个仇家。未必。商贾竞争屡见不鲜，可花行却从未行过如此狠辣手段。的确，若只是生意竞争，也没有必要取我的命。怕就怕这背后另有其人。我会去派传仪查清楚的。谢了，没想到这蒋寨主对我这个小工，还是有几分情谊的。不用谢我，我是看不得别人动我的钱袋子。哦，既然如此，你能不能好人做到底啊？明日可不可以派一个武功高强的人，再陪我去一趟清凉山？做什么？
我想把丢在西边的芍药给拿回来。人家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你这伤疤还没好呢，你就不能消停点？不是，那花培育好了，最起码一株能够值10贯呢，扔了怪可惜的。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抠的，衣服都成这样了，你不扔，还巴巴的把它带回来。这件衣服可是我跟生意赚了第一笔钱以后，生意买给我的，自然不能扔了。唉，不过也是，蒋军身边都是那些酒肉朋友，自然不懂我们之间这些患难情谊了。这么晚了，牡丹怎么还没回来？咱们出门去迎一迎吧。好。走。他们走了，回去吧。哎，你看，这怎么有只小猫啊？哎，它好像受伤了。他的伤已经被包好了，你还是小心自己的手吧。这怎么包的跟我一样啊？你给它包的？当然，是我只会穿鱼包的。来，它不怕你，你们好像很熟悉。别看他线下乖巧，我啊，好吃好喝了喂了一整年，他还是不肯留下来，经常神出鬼没，偶尔还带一身伤。不过，自从有了他，府中再也没了老鼠，也算是有半个良心吧。若是被圈养，失去了自由，再多的山珍海味也是没了滋味。在外面或许会挨饿，或许会遭遇凶险，但是天大地大，有无穷的可能。当真是一只聪慧有志气的小猫呀！你与他倒是挺惺惺相惜的。好乖啊！小耳朵，小肚子，小尾巴。我派人查了你遇刺那日进出长安之人的名册，最可疑的便是此人。这是刘家的人，果然此事跟刘家脱不了干系。他们知道我活着，也明知道我的身份是假，却不报官，暗中出手。想必他们不想让吉安县主知晓此事。聪明。这次多谢蒋军，若是我防错了人，侥幸逃过这一次，下一次还是会被他们害死。你的真心感谢价值几斤啊？咱们的分成比例要不要调回来？那是不可能的。要不要本官帮你教训教训那小人一家？蒋军帮我查出了幕后指使，我已十分感激，怎能再劳动蒋军？母亲跟玉露的仇，我从未忘记。我早晚会跟他们再相见的。有你这狡猾之人盯着，我便等着看刘家登高跌重那日。不过来日归来日，今日这关，你打算如何过啊？总不能千日防贼吧？刘畅之前就知晓我在长安，刘家如此痛下杀手，
怕是因为刘畅对我。你想让他断了心思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如今我甲级在身，不便声张，我只能先打消他们再次动手的念头。无论刘家二老如何狠毒，但刘畅最起码是一个守法之人。况且，他一直对供药之事心存愧疚。或许这份愧疚，能助我化解此事。别让你家郎君下来，若是被人看到，只怕更是要误会。你约我见面，我十分欢喜。手怎么了？我的手，是你父母派来的杀手所伤。刘畅，我又差一点没命了。对不住啊，我没想到他们竟然发现了你还活着。我即刻去寻一个安全的寨子，你待在我身边，我定会保护好你，不会再让他们伤害到你了。你别下车，你离我越近，怕是我死得越快。刘畅，你真的以为你可以忤逆你父母吗？只要你我尚有瓜葛，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除掉我。你口中的保护，不过是他们用来杀我的刀。这跟你亲自杀了我又有何区别呢？请你转告二老，我绝对不会打扰你跟县主的婚事，更不会阻碍你们刘家的荣华富贵。何为芳一死，还请他们高抬贵手，也请你放过我。父亲母亲，请放过何为芳吧。我们刘家书香门第，不要再做这等杀生造孽之事了。你怎知道何为芳没死啊？他来纠缠你了？并非如此，是我偶然发现他还活着，是我去找的他。那你找他做甚啊？你难道要把他接回刘宅吗？你既然答应了和县主的婚事，那正七位王的事情被县主和宁王发现，无异于欺君，判死罪也不为过呀。县主虽然钟情于你，不忍杀你，但婚事一旦告吹，你的仕途就保不住了。自说，当年因为你和县主之事，咱们被赶出长安，被逼着连着故居都卖了。如今好不容易回到这里，若就是再来一遭，只怕我与你父亲也活不了几年了。我并非是要背弃刘家，而是求父亲母亲别再为难他了。官署部上，他已经死了，他也不再是我的妻子了。不是我们要杀他，是你呀。若你忍不住要去见他，那何为芳就还活着，永远横在你和县主之间。若你真能当他死了，我们自然也不必让他再死一次。好，我答应你们。不再见他，如此，父亲母亲便可安心。哪儿找的江湖游医？怎么把手包得跟个蒲扇似的？蒋军抽走的利钱太多了，我也只能请得起江湖游医了。此话不妥啊！我们的分成不是早就定好的？莫非你想反悔？我这个人答应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反悔，相反的，
我还要给蒋军送钱呢。你又在打什么算盘？我手都这样了，还打什么算盘呀？蒋军，您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好不好？我说的是那盆压在您府中的琼台玉露，也该赎回来了。这个好说，且看今晚的宵夜啊，味道如何？刚好有人进献了上等的美味，烤肉啊，烟火气太重，怕污了蒋府。还是你这个小破院合适。哎，蒋军，您看我手都这样了，也无法侍奉您吃喝了。养伤期间，您还是到别处享乐吧。啊，右手不便，那左手可以用吧？还是说那盆花，你不想赎了？白日我特意命人送了秋千过来，也算是为你的小院啊添些意趣。我还真是感谢您了。知道我忌口，只能啃糊饼。一会儿不光要在我面前吃这些肉，还让我帮忙烤，真可以。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，右手也别闲着。一会儿啊，过来给我扇扇风。给你扇风，我还怎么帮你烤啊？蒋军，不如我给你表演一个变戏法吧。表演一个喷火如何？你看。哎，且慢！我给你带了你能吃的。上等贡品白蜜，止痛益气，够意思吧？拿过来吧。当初在洛阳，你送我的烤糊饼，上面也刷了一层蜜。这可是我们何氏独家烤法，一般不传外人的。蒋军今日可是有口福啦。蒋军尝尝。焦甜酥脆，确实不错。给我掰一块。不愧是贡蜜，好甜啊！使唤我上瘾了，自己掰，小心烫。我替蒋军烤肉，蒋军帮我掰糊饼，礼尚往来，有什么不好呢？那我这肉怎么还没吃上啊？这不还没好呢吗？反正嘴有2张，手只有1只，我可不能饿了自己。你先把嘴边的蜜擦了吧。谁啊？寨主。蒋军这是烤肉，没吃饱吗？
多谢将军了，明日我便把钱送到你的府上。我帮你搬进去吧。那有劳了。不过这送花也不急这一时，何必半夜折腾一趟呢？念在你辛苦烤肉的份上，送个回礼。太医署副医师亲手配的药膏，专治经脉受损。你有这么好心啊？一瓶价值千文。我用不起，将军留着自用吧。没要你的钱，我还指望你的手替我挣钱，为我烤肉呢。不快点好啊，亏的是我。我还是自己来吧。此药有特殊的上药手法，你会吗？心若如霜，凝结多少过往，坠入目光，随你笑容流淌。情若如霜，就万里徜徉的忍着点啊。能否也触碰到？杨长阳，你不说话的时候，还挺像个正人君子的。云被黑夜隐藏，要怎么好，我亲你，亲你。寻挺高的地方，月落肩上一路昏黄，自然生长出渴望。心若如霜，一世寂寥何妨？骗你时光穿过我的心房，情若如霜，有一盏烛火在摇晃，从不长，却为你牵挂。灯回望，看山高水长。听闻县主要来，这些点心是臣妇亲自做的，用的皆是最上等的食材，县主尝尝。今日前来，我也备了一份礼。这是湖州顾主山进贡的紫笋茶，享地院仙江之美誉。县主与郎君成婚在即，免不了有贵客登门，以此茶招待，才配得上刘家的尊贵。谢县主。饮紫笋茶呢，讲究时机，在摘下的头2个月品尝，方可持茶留香，晚了可就不好了。县主所言甚是，此等好茶怎能久放？我与主家已经找人算过了，下月初6，正是千载难逢的大吉之日，正宜成婚。母亲，今日户部告假的人多，我事务繁忙，再过一阵子吧。公务哪有咱们的婚事重要？婚事重要，更需悉心准备，不可操之过急。我于户部多日，终得了些实事可做，过了这阵，再办如何？婚期之事，我们稍后再议。园中花开如雪，
子舒，不妨带着县主出去看看啊。好了，别气了，都听你的。等你忙完了这阵，我们再成婚。谢谢。除了这件事，你还有一件事得谢我。你可知道户部的官员为何高价？他们轻慢于你，我便派人教训了他们一番。经过此事，他们必定会反省，以后定不会给你脸色看。你为何连问都不问我一句，便擅作主张啊？是你自己跟我说你无事可做，我只想给你一个惊喜。如今他们不在了，不正好遂了你的意？我这么做只是为你好，你为何不领情，还对我发火？就是，县主，这狗乃大王所赐，主家感念大王厚恩，对他极度宠爱，这才让他肆意在宅子里面跑动，惊着了您，还望县主恕罪。原来是父王所赠，拿过来让我瞧瞧。来，可真是狗仗人势啊！宁王送的狗，冲撞了县主也无妨，只要换作是别人送的，岂不是直接拿出去给打死了？你今日究竟怎么回事？非要和我闹别扭？我只是觉得我同这狗很像，有什么价值，全看主人是谁。子舒说这个话，既是妄自菲薄，亦是看清了父王对你的栽培。我知道，你因为我催促婚期，心中不悦，但我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做了这么多，我不祈求你怜惜动容，但你至少不应该说刚刚那样刺心的话。莫非你心中还有那何事？不可能，区区一个俗妇，有什么可留恋的？更何况她已经死了。你当我真的不知她如何死的？她不是坠崖而死吗？你要与我成婚，她就不得不死。虽然你不是亲自动手，但她却因你的欲望而死。是他自己失足坠崖，与我何干？子舒，你为了一个外人，现在与我知己。我们俩的婚约是你亲口答应的，现在你又过来怪我。我不是怪你，我是怪我自己。怪我自己无能，我什么都把握不住。我的喜怒哀乐，皆被你所牵动。你是这个世上唯一能够把握住我的人，为何次次要将我推开？有人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我不是看不到你对我的好，而是你的所作所为，让我觉得难以呼吸。你对我的好，让所有人都怕我，疏远我，
让我日后再无同僚好友吗？你不需要其他人，你只需要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子舒，你还不明白，没有我，你根本进不了户部。你只要惜我、爱我，再高的官职，父王都会给你的。所以我的仕途完全建立在一个女人的闺房软榻之上，是吗？你为何说话如此难听？你做我的夫君，可以免去党争争斗的凶险，有何不好？讨我欢心，不比暗途劳形要轻松得多。这是旁人求而不得的恩典，你为何要逼入蛇蝎？所以我的理想抱负于你而言，就这般低贱，这般无足轻重。恩典？我难道还要跪谢你的恩典吗？牡丹在刘家时，从未如此看待我，完全不知珍惜。你果真心中放不下何为芳？你是觉得他比我好？区区一个贱妇，他何其无辜！你不该如此轻贱他。无辜？当日在洛阳水玉亭，是他主动来找我演那一出戏，好让你我顺势定下婚约。何为芳巴不得早日与你合离，不惜如此算计你，你还觉得他无辜吗？不可能，何为芳他不是这种人。你们同为女子，她又怎会牺牲你的名节，来算计这一切的？是啊，同为女子，我甘愿舍弃自己的名节，只为了与你在一起。可你听到这些，想到的是何为芳，她不是这样的人。那我呢？我若不那样做，父王怎会同意你我之事？子舒，为了你，我甘愿与那低贱之人联手，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算计在内。你还不明白我的苦心与情谊吗？你当真是疯了！你骗我、瞒我，看我如跳梁小丑一般颜面丧气。你让我背负着通奸的骂名，让我背负着对你的愧疚，让刘家因为丑闻不敢也不能推掉这门亲事。如今你还要我装作一无所知，继续与你成婚吗？你这是何意？刘子舒，我已为你委屈至此，你要把我推开？我堂堂县主，愿意放下身段哄着你、捧着你，你当真以为我没有脾气？是我高攀吗？县主，世上怨偶万千，不必再多你我这一对了。
一场花魁的选拔，竟然张罗得如此热闹，没白来。真没白来。今日欢迎楼只对贵客开放，还要多谢将军能够带我进楼。谢就不必了，我愿带你来，是因为你自称想学这经商的招数。只要你学以致用，替我挣更多的钱帛，便算对得起我。放心吧，将军，这经营招揽之术啊，我已经记在心里了，日后必定会用在咱们店铺上面。今日这欢迎楼，以大面之曲作为开场，更向宾客们分发了这么多有趣的面具，实在是颇有情趣。郎君，这不是我们的酒。换一套备着。是。怎么了？恐怕是伙计上错了，亦或是有心人趁乱放我们桌子上了。那也不必都倒掉吧，多可惜啊！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托娘子有所不知，郎君在外饮酒，被人下毒不止一次了。前几年有一次不慎中招，吐了好几口血呢。这么严重？毕竟恶名在外，只能小心谨慎。之前在洛阳，你遇到刺杀你的匪徒，也如现在这般满不在乎的样子，仿佛已经习惯了随时身处险境。同样的情况，遭遇10几次、几十次，谁都会习惯的。看来将军这个贪官也不好当啊。你就别替我操心了。盛况难得一见，何不趁机好好玩一玩？好。子舒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没有我，你根本进不了户部。你只要惜我、爱我，再高的官职，父王都会给你的。讨我欢心，不比暗途劳形要轻松得多。这是旁人求而不得的恩典，你为何要逼入舍下？谗人高诈，闲事无名，虚节默默喜，谁知无知廉贞。刘子舒，你瞧瞧你这副样子。穷穷竭力，形影相吊，月下独饮，何其可悲啊！何其可悲！郎君，没事吧？我去帮你捡。多谢。
水患从民生入手，将百姓的屋宅和田地置于首位。居然还有围水筑田、树水攻沙的思路。这样一来，便可以在日后长久地预防水患再发。如此卓而不群的治水策略，想必是花了不少的功夫。每日都有官员送来阿谀奉承的文章诗词，大王吩咐了，要将他们定期拿去烧了，免得占地方。郎君，你的策论。多谢。高山流水，知己难寻。你还好吧？牡丹，牡丹，刘畅，你才是我心中想要举案齐眉、相敬相爱的妻子啊！你胡说什么呀？牡丹，你与县主联手做戏之事，我已经都知道了。所以呢？过去是我和刘家愧对于你，你这么做我不怪你。如今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我二人重修旧好，我定会。我方才并不知道面具下的人是你。其次，你我之间从无旧好二字。好，那旧日不提，旧日不提。于此我们就算是初次相识，你我二人重新了解彼此。我已经跟县主提出了要解除婚约，我愿意为了你放下如今的地位和名望，好不好？刘畅，我劝你病入膏肓前，先找个医师好好的治治脑子。所以你跟他们一样，也看不起我是吧？是，我是宁王跟县主身边的一条摇尾乞怜的狗，谁又会看得起一条狗呢？可狗生能大笑能龇牙，凭什么我都得忍着？你在我面前何曾隐忍过？现在这一切难道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吗？你三番四次的纠缠于我，并非是对我情深意重，你只是想从我这里找到你可悲的存在感，让自我感觉没有那么的脏。你想让你的家族荣光平步青云，可你又放不下你的孤高，你无休止的自怨自艾，软弱的将一切痛苦推给是父母的压迫、旁人的不赏识，可你自己呢？你从来没有改变过任何。你总觉得全天下的人都看不起你，在我看来，最看不起你的人是你自己。你根本不知道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不，根本就不是这样。就算我心之所求，可刘家的荣辱全压在我肩上，我如何能抛下这一切呢？若持孤高之心，便守清平之道；若决定逆来顺受，便要承受屈膝之辱。可你非要两者皆求，到最后只会两相倾轧，粉身碎骨。刘畅，先成为个人，再去背你所谓的姓氏吧。先成个人。先成了人。墙角听得有意思吗？穿着大氅，戴着面具，都能被你认出来。你站在这里很难不被认出来吧？
何况隔着面具就能看到你眼神中的身兼巨化。忘了是谁带你入楼的？说错了，是隔着面具都能看到你眼神中的博学多才、才高八斗、斗鸡走狗、狗尾续貂、貂……看来这辈子呀，都无法从你这听到一句好话。一碗风凉，别光顾着跟刘家郎君叙旧。你这出来听墙角，就为了送个衣裳？还有，亥时已过，不能出方，恐怕今晚你要暂住欢迎楼了。已经2更了，只有1间房间了。今日选花魁，宾客众多，实在是匀不出多余的客房了。就这一间，还是平日里郎君小憩用的。你家郎君啊，神通广大的，不必拘于宵禁的限制，就算大摇大摆的出方回府，这武侯跟方正也不敢拦着。不如把这个房间就让给我吧。若我今日偏要做个守规矩的，你当如何？既然如此，那只有一个办法了。怪不得欢迎楼的生意这么好，连床铺都这么舒服。其实今晚呢，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，跟你好好的聊一聊。牡丹想知道什么？芸娘定知无不言。太好了，我今日看你忙得打转，实在不忍打扰你。幸而这客房不足，我才能厚着脸皮挤到你的房间里，向你请教一下生意经。你自己也是店主，花满柱经营的门庭若市，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？我不懂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。如今花满柱只是一间铺子，尚可勉力操持，但我以后打算开很多间分铺，要面对更多的客人。牡丹有野心，有魄力，定能得偿所愿。芸娘，你快跟我讲一讲，这欢运楼又是卖酒菜，又是开客房，还要安排歌舞表演，这么多活动跟生意混在一起，你是如何兼顾的？想要把生意做大，就不能只靠自己，还要多倚仗身边有才干之人。所谓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你要把他们每个人都放在其最擅长的位置，让你的帮手都发挥出他们的长处。大王，承蒙县主厚爱，刘畅敏感妩媚，但所得并非所愿。若勉强成婚，只会对县主不公。刘畅恳请大王能够解除我与县主的婚约。同有人拌嘴啦。他自幼受宠，性德自然有些刁蛮，你多让着他些便是。我已深思熟虑，并非意气用事，还请大王能够应允。又针对你一往情深，为了你的官职数度来求我，你现在突然要悔婚，不仅糟践了他的爱意，又将皇室的颜面置于何地呀？成婚一事，是我出尔反尔，我愿辞去户部员外郎之职，大王如何处置，我绝无怨言。哦。你想清楚了啊？是。好。作为父亲，幼珍的幸福一直是我的心头大事。我曾经顾虑你是为了前程才与他成婚，不过刚才你的一番话，却是君子之言。倒令本王刮目相看呐！
来。可塑之才呀！若经一番历练，必成大器。这样，我先调你至别处，至于你能否再生，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谢大王，刘畅感激不尽。哎，主家，主家，退婚一事，宁王已经应允，父亲不必再浪费口舌了。我今日就要打死你这个逆子！是儿子不孝，父亲如何罚我，我都甘愿领受。但有一事不得不提醒父亲：今日陈宫进京，以父亲的才干，可以说服他保下你的位子，不受我拖累。快起来，起来吧。小孩子间闹闹别扭而已。刘神说了，定会说服刘畅与县主重归于好的。这刘申无颜来面见大王，特求我来为他送上本月敬礼。外面还有酒香。自打这刘申坐上了太傅卿，孝敬大王的钱帛翻了1倍。虽说这刘申，胆小怕事，却是条会赚钱的好狗。大王伟业，少不了钱帛来疏通，不妨暂且先留着刘氏这个钱袋子。好了，既然你肯替他说话，看来此人还有些笼络人心之能。大王圣明，您放心，这3公9卿间的往来，自然轮不到他。但有时这小鬼难缠，下面那些个小吏，倒是正好让这刘氏去出面维护。您把那刘家郎君发配到那种地方去做官，他肯定受不了。不出几日，他定回来求饶，回头哄县主去。哼，敢欺辱我的女儿，就算他来日回头，这些事也定让他受些教训。哎呀，这设宴的命是真好。每次郎君都亲自到点救赎为他挑马。设宴替我卖命，经常日夜奔波，自然得备几匹好马。你跟在我身边，1年也出不了几趟远门，有什么可吃味的？那不对啊，郎君，我也没少为您出力啊。您看，我得时不时打退冒出来的刺客，还得常年陪着您做戏。好，知道你劳苦功高。库里那把香漆抹刀，你拿去耍。真的？谢谢郎君，川渝为郎君肝脑涂地。刘郎君，来吧，尝尝这美味珍馐吧。哥属亮，那是洗马用的水瓢，岂能拿它饮水啊？如何不能啊？哎，你不是说都已经洗净了吗？难道你敢玩忽职守？血家之罪啊！
葛书令为何要刁难我？为何？刘郎君啊，你现在可已经不是宁王的贵婿了，饮水不备用玉盏，这破烂之物，正配你的身份。把他嘴给我撬开，尝尝，好喝的很呐！没喝够，再来一瓢如何？葛书令训人比驯马有一套啊！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哦，新来的人不服管教，让花药师见笑了。您是来挑马的吗？我亲自带您去挑。啊，不必。我与子书啊是老相识，今日就让他陪我吧。子书兄真是让我刮目相看，连宁王府的婚事都敢推举。宁王先前亦撮合过您与县主，将军不是也拒绝了？谁让县主只对你痴心一片呢？依我看，他是打定主意要嫁给你了。如此矢志不渝，你分明可以从善如流，又何必自讨苦吃呢？将军这是来做宁王的说客啊，还是为了你隔壁的邻居，才有此一拳？看来你对我们蒋府的小花匠甚是惦念啊。他诈死，能重获良机，在长安开出花满柱，这背后少不了蒋军的帮助吧？我只是出了点本金，躺着收利钱罢了。他能有今日啊，都是靠他自己。那在洛阳时，蒋军助他合理，又是为何？他被你们刘家欺负成这样了，你身为人夫毫无作为，还不允许别人行侠仗义了？从前确实是我有赋予他的，但我不会永远困在这小小的马厩。待我平步青云，我自会向他求取，倾心以待。你想的倒是挺美，但你有问过何为方愿不愿意吗？我心赤诚，自会打动他。倒是蒋军，为何如此关心他的归属啊？是怕他不能继续为你养花赚钱，还是已生出别的私心？我有什么私心都无妨，但若你的私心被县主知晓了，只怕他又要有性命之忧了吧？言尽于此，还望你好自为之。先前的事，谢过将军了。郎君，您为什么要掺和别人的家务事，给自己找不痛快呢？什么叫家务事？他们早就不是一家了。蒋小花现在是我的钱袋子，库里金山银山，您就真缺这么一个漏洞的钱袋子？